离开了西马半岛最南端的龟卡渔村，我就取道西海岸公路，一路北上。我准备在2天内到达马来西亚最著名的旅游城市马六甲。但在这之前呢，柔佛西海岸沿线上星星点点的那一连串城市，都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但真当我踏入这些城市，就发现他们虽然没有新山和马六甲这么有名，但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和韵味。蒙堑，柔佛州的海边小城笨珍。笨珍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又笨又珍贵啊！蒙堑笨珍。柔佛州的南部呢，是整个马来西亚最大的菠萝和凤梨的种植园。所以说，这边的一片田，这边呢全都是菠萝田跟凤梨田的。他们当地人叫做黄梨啊。这里是菠萝田，也是整个柔佛州最大的黄梨田。不过前方暴雨马上就要下临了，又开始下暴雨了。这里的天气真是说下就下。不过还好，路边有一家卖当地特产水果的小店，刚好可以躲一下。听这个雨声。菠萝是五个10块钱，可是我不大好带呀，不然买2个还真不错。发现自从到了柔佛州以后，这个雷雨就一天到晚如影随形啊。不过还好了，马来西亚这边基本上公路边也好，马路边也好，都有这种小店可以躲一下。OK， 叫一杯 coffee ice。 A few moments later， 在柔佛州有2个小城市，一个叫文律，一个叫新邦令金。在这2个城市中间有一块非常空旷的区域，这里是柔佛州的菠萝生产基地，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呢称之为黄梨。这个菠萝生产基地是整个马来西亚面积最大、产量最高、品质最好。到实地探访后，发现这里的风景比这里甜蜜的菠萝更加迷人。在一望无垠的菠萝田里面驾车，游走在大草原上策马扬鞭的豪迈和宽广。走着走着，天空开始放晴，于是我此刻也有了心情，在路边的菠萝园里边停留一下。这就是菠萝种植园呢，大家可以看到里边有很多的菠萝。这路边他们的种植的农民还在卖菠萝。这个菠萝可能比较贵一点，他写的3个要20，刚才那边是5个才10块钱，可能品种不一样吧。这里还有3个25的。价格都不一样，有好有坏，品种也不一样。这他们当地人种的菠萝田，好有趣。哇，感觉搞得跟童话世界一样。这就是菠萝。它中间有长出来的，就是像这个小的，就是小的菠萝，长大了以后成为果实以后就可以采摘了。这是它小时候的样子。这个地方的菠萝园，这个其实规模还不算大的。刚才过来的那个地方都是好几公顷的，都是这种菠萝园。在整个马来西亚，虽然它的工业和旅游业都非常发达，但是呢，它的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在大马的传统农业中，水果的种植又占了非常大的比例。这其中有我们所熟悉的榴莲、椰子，也有今天我们的主角菠萝，也就是这里华人口中的黄梨。在我整个环马来西亚的摩旅中，参观农业生产基地是一项非常重要，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项目。以前呢，我们去探访过油棕种植园，今天呢，来到了新邦临近的黄梨田。
那随后呢，我们会在吉隆坡附近去探访那个著名的稻米生产基地士根庄。离开了新邦临近的黄梨田之后，我继续驱车北上。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住在一个柔佛州非常重要的城市，它被称之为这个州里第3大城市，它就是巴珠巴峡。哎呀，我真是爱死那个谷歌地图本岛的那些小路了啊！我太喜欢走这种康风小路了。这外面的highway也好，国道也好，上面啊大车啊，各种摩托啊，还有行人啊，好可怕！这康风小路最爽了。哎呀，骑到嗨为止。你怎么骑？萨拉邦到趟就巴珠巴哈，要往古道向北。我靠，原来他妈是一个商场广告，我还没有正知道的。巴珠巴哈想吃晚餐。找了几家网上评价不错的店嘞，过去都发现关门了。结果在路边发现这里有一条街啊，全是华人档，晚上有夜市，吃的选择非常的多。所以说有时候找吃的光看 Google Map 也没有用啊。这个薄饼啊，才2块半马币一份哦，现在3块，我已经吃了2块，其实一共是5块了。在槟城那边的话得6、7块了吧，现在啊。这个蚵仔面线也不错，10块马币。哎呀，这种街边随便花10块马币就可以吃饱一顿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选择有好多，哇，好热闹啊！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喽，巴都巴哈。那种现代文明依旧存在，但是人却不知道到哪里去的那种空旷的感觉。然后偶尔有1辆车开过，但大部分时间里边这条街上就是空的。真的就是空的，其实巴库巴哈这个地方的这个城区里还是很热闹的，但这个老城怎么到了晚上这也太冷清了吧？冷清的有点诡异了，感觉真的没有一个人啊，在路上，偶尔有1辆摩托或者1辆汽车经过。这也不像是荒废的城市。到了他们的河滨公园，公园是有的，但是河滨在哪里呢？这条河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如果不是地图上显示这条河，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后面是一条河。对小城市可能要求不能太高吧。Tomorrow. 昨天晚上我在巴珠巴峡，它的新城区的热闹和老城区的落寞形成了巨大的对比。那么巴珠巴峡曾经也有非常辉煌的时候，它的纺织业、制造业和农业在整个柔佛州都是非常先进的。但随着周边的新山和马六甲城市的发展和崛起，很多的年轻人都到这2个大城市打工和生活，导致整个巴珠巴峡就逐渐空心化。每次出发都要下一场雨，这已经成了进入柔佛州以后每天的惯例了啊！停下来休息多雨。在进入柔佛以后，我就习惯了这种每天都有暴雨相伴的国旅的节奏。真的遇到雨非常大或者难以忍受的时候，就到路边的凉亭或者商家去躲一躲雨，休息一下。那么不一会儿呢，雨就慢慢变小了。于是呢，我再度启程前往我们柔佛州的最后一个城市麻坡。最后一个城市麻坡了啊！柔佛州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象征苏丹王权的一个王冠的一个标志，一个雕塑，上面叫做“转丹转库”，就是说是武王万岁。
在槟城嘞，我有认识一个老家是麻坡的朋友，他跟我说，麻坡的壁画街的壁画水平并不比槟城的差。于是呢，当我到达了麻坡，第一站呢就去那个著名的壁画街看一看。哇 ，Artisan Friendly City。哦，麻坡也有这种将艺术壁画和老街的街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小巷，这种景观。槟城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景观。蛮好，这里可以逛逛，这种背街小巷都被他们给利用起来了，打扮的也非常漂亮。马来西亚版的哆啦 A 梦啊，好像几个主要人物都有被太阳给晒黑的感觉。哎呀，小静，你发生什么事情了？你的脸怎么了？掉皮了，感觉晒脱皮了已经。哦，这里还有尼莫，哦，地上还有哦。啊。小巷那边被布置得很有情趣啊！哇，这墙上直接种上绿植，感觉绿意盎然的哈。哦，这幅壁画有点意思。揭开了一个帷幕，哇！不错，麻坡这个小城市感觉很舒服哈，第一印象就非常好。不愧是柔佛中的脸面啊，因为从吉隆坡马六甲方向到柔佛，第一个城市就是麻坡了。所以说，把麻坡打扮得漂亮点，柔佛州也有面子啊，不错。在麻坡的第二站呢，我准备去他们的出海口公园，那个地方叫做 Tanjung Emas， 听起来呢和著名的奢侈品牌 Emas 是一样的，所以呢，我称之那个地方为爱马仕公园。麻坡这里也有靠近海边出海口的河滨公园了，这个地方叫做 Tanjung Emas， 沿着这一条也不能说河吧，因为这条出海口到外面去就是海洋了。这个出海口的那头呢就是麻坡的城区，然后出海口的另一头呢就是大海。这个其实是一个游船码头，但今天好像没有营业。Tanjung Emas 的河滨或者说海滨公园呢，我想晚上来逛应该是非常舒服的。但是现在是下午1点半，舒不舒服你们自己想吧。在马来西亚这种热带国家，晒死了。在离开了 Tanjung Emas 之后，我就驱车又返回了麻坡的市中心。在麻坡的城中心和槟城一样，它也有一个老城区的存在。而且这个老城区呢，都让我想起了槟城的 Georgetown。比起比较旅游化的 Georgetown， 麻坡的老城呢，更加是承担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商业用途，所以它也显得更加生气勃勃。这里是麻坡老城著名的庐山茶室。可惜呢，我已经吃过午饭了，不然在这里用一个下午茶也是非常 OK 的。同时，我发现这条街道的整个色彩的氛围非常奇妙，非常可爱，它是粉红色的。真的很喜欢麻坡这条街的粉红色的配色啊！哇，这个粉扑扑的感觉太招人喜欢了。呼呼，哇，在太阳底下显得很梦幻啊！麻坡这里的街头的壁画都是立体的，仔细的一看，它是一种瑞士浮雕一样的效果，哇，很精致哎，呵呵，哇，
这个的 Whole Street in Pink， 粉红色的街。很少看到哪个城市或者哪个街区把自己的主色调进行粉红色的，但是看起来效果非常好，既感觉很清新，又感觉很清洁，然后又很洋气啊！可以。麻坡给这条街定的这个主色调，我觉得非常 OK 啊，非常 nice。麻坡呢，可谓是我这段行程上的最大惊喜。堪比槟城乔治城的老街区和热闹繁荣的城市发展，都让我赞叹不已，流连忘返。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文化历史气息的城市，它的城市审美和规划必然是非常高级。一般来说，他们都会拥有一个城市或者街道的主色调。那么麻坡老街的粉红色就是一种非常养眼又非常高级的配色，这让我想起了著名导演韦斯安德森的电影里的那种配色。在希腊的圣托里尼，我们会想起那一抹清新的蓝色；在日本的京都，我们会想起皇居黑白相间的典雅；而当我们来到北京城，我们会赞叹于那庄严的红墙绿瓦。而今天我们在麻坡呢，就留下了一份粉红色的回忆。马哈拉尼。OK， 我们现在离开麻坡了哦，我们直接前往马拉喀、马六甲。在去马六甲的路上嘞，要路过一个地方，叫做二哥峰祖师殿的。麻坡的二哥峰祖师殿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二哥峰呢，是马来西亚为数不多的以真实的历史人物进行神话以后成立的一个宗教场所。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哥峰主殿的，哇，还挺气派的哈。哦，它叫麻坡自军殿二哥峰。这就是麻坡的二哥峰主殿。二哥峰呢，原名郑义峰，是早年在清朝年间到南洋的一位开拓人物。他其实主要的活动轨迹和事迹呢，都是在泰国这一边的。当然了，他做了一些功德啊，一些事迹啊，也汇集到马来西亚这边的华人。所以说，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呢，都有二哥峰的主殿，来纪念这位了不起的先人呢。这里写的信众止步啊，仅限理事进入，那我们就不能进去了。但是我们可以拍一个录像哦。哇，这是二哥峰的金身雕像哦。其实边上还有一个他在清朝为官时期的一个雕像，然后上面呢是他进入了民国期间的那个造型，就明显现代很多了，穿的中山装。他其实对孙中山的这个革命活动当年也非常有支持，所以他身着中山装端坐在金殿里也非常合理啊。今天他们好像这边有活动啊。斯拉曼达汤卡马拉喀，哦，前面就是马六甲州了啊，这是柔佛州和马六甲州的边界。然后在这个边界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怎么说呢，巨型脚车，看看边上我的摩托啊，感觉跟玩具一样。哇，柔佛州还是很有创意的。这个脚车三轮车，脚车边三轮的，哇，又可爱又有一点让人感觉有点压迫感，有意思有意思。
OK， 拜拜了，柔佛州。哎 ，Hello， 马拉卡。哦，马六甲我来了。OK， 这2天虽然遭遇了几次暴雨，但整体来说，整个行程还是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到了我们马来西亚著名的历史文化旅游名城马六甲。那么下一期呢，我们就在马六甲见，拜拜。